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欢迎收看主望云霄。最近，防务世界网站公布了土耳其计划开发的一款隐身超音速战机。那么，这个隐身超音速战机的外观看上去很有意思，几乎就是歼20的翻版。它采用了压式系统布局、带边条的主机翼以及V 字形尾翼。那么这样的一个隐身无人机，它有些什么样的性能特点呢？按照土耳其媒体的说法，它最大飞行 M 速能够达到音速的1.4倍。那么如果真能实现，它将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隐身能力和超音速能力的高机动无人战机，和中国的岸舰这个方案呢有一拼。当然，它的最大飞行 M 速，我个人看法要比岸舰还要差不少。因为从它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它的飞行阻力相对来讲要比岸舰要大一些。那么隐身无人战机它的最大优势是上面没有飞行员，不会牺牲飞行员，这只是其中之一。最关键的是，由于没有人，因此它的机动过载会做得比较大。一般的战斗机，不管是第3代战斗机，还是第4代战斗机，还是未来的第5代战斗机，它们的机动过载都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战斗机飞行员的承受能力。往往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斗机飞行员，他所能承受的最大机动过载也就是9个 G。那么9个 G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瞬间，它可以承受它身体重量的9倍，这么样一个过载。如果是没有人，那么它的机动过载可以达到10个 G， 甚至是12个 G、15个 G。理论上讲，它的机动性就可以超过有人驾驶的战机。当然，土耳其公布的仅仅是一张想象图，这个想象图能否变成现实，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起码按照这么一个外形分析，它的机动过载超过10个 G 是有可能做到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由于它采用了隐身的设计，它和歼20的主要差别是它有压翼，也有一根边条，只不过它把这个压翼呢放在了一根边条两侧。那么最终它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不好说。它的动力装置如何，这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据说呢，它计划采用从乌克兰引进的动力装置。那么乌克兰目前能够给它提供什么样的发动机，这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其实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比较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企业之一，它的主要产品分成2大块，一个呢是推力比较小的涡扇发动机，还有呢就是大hand道比的用于运输机、客机的发动机。那么这2种发动机各有各的用处，起码能够用在运输机和旅客机上的动力装置是不可能作为战斗机的发动机来使用的。它现在可以选择的动力型号，我个人认为大概也就是乌克兰的RE222系列，比如说 RE322。同时呢，在这些发动机的基础上配置新研发的加力系统。那么有了加力系统，它的最大推力或者加力推力呢，有可能增大30-40%。那么在这样一个推力级别，比如说4200公斤推力的状态下，一款比较小的隐身无人战斗机，它有可能实现超音速飞行。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一旦出现，理论上讲它超过美国了，美国都没有超音速的隐身无人战机。从中呢可以看出来，土耳其的野心比较大，它甚至计划开发一款连美国都没有研制的超音速隐身无人战机。而且从爆的性能来看呢，它相当不错，它甚至能够带空对地导弹对地面目标发动精确打击，甚至还能带空空导弹和对手的空中战机进行格斗抗衡。土耳其有这样的技术能力吗？首先，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开发成功一款自己的国产战斗机。它现在最好的战斗机，也就是它从美国引进生产线生产的 F-16。土耳其已经宣传了好几年的自行开发的中型隐身战机，应该说目前已经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它的机体设计是否有把握？土耳其没有风洞，即使有风洞也小风洞，而研制一款战斗机必须有超音速风洞、亚音速风洞、大尺寸的风洞，才有可能把所有的参数通过风洞测试来获取。那么没有的话，你只能送到欧洲去，或者送到美国去进行相应的吹风，这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外形定了，
你用什么动力装置呢？它在现在的计划是采用美国的 F414，但是美国现在跟土耳其的关系非常僵，是否会允许 F414出口给土耳其，这个呢也是未知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只能改换门庭，暂缓隐身战机的研发，转而开发理论上相对简单一点的隐身无人战机。但是隐身无人战机也需要动力装置啊，那么这个装置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一款推力比较小但是堪用的发动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选择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为他提供小推力的国产发动机，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遭到美国的制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是超音速的隐身无人战机的研发难度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它还要进行空战，你的依据是什么？这个战机装雷达吗？即使有了雷达，有了眼睛，发现了目标，你如何决策？这又是一个大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没有开发出类似的平台，而土耳其在技术能力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恐怕难上加难。最终这个东西能否从纸面上的东西变成一个真实的产品，这恐怕还要过若干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它的结果。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